来看看这是谁支的招，阿瑟上去就要贴贴，老哥却是一脚急刹，化解阿瑟进攻的同时，老哥还不忘走位去到阿瑟的左边，接着一脚油门上去就是一个贴贴，这一下把道奇充电器都给干懵了，好一个倒反天罡，虽然没能将阿瑟直接送进沟里，但也是彻底丧失了战斗力。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 FHP 佛罗里达州的阿瑟盯上了一辆银色的雪佛兰皮卡，原因是老哥在这条限速110公里的道路上开到了160公里。眼看如此密集的车流，阿瑟自然容不得他乱来，于是他准备跟上去找老哥开个罚单。刚好也看见老哥连变多个车道还不打转向灯，看来今天的 KPI 一单就够了。看到阿瑟来到身后，老哥明显老实多了，甚至还打灯减速，看样子是准备靠边停车。嘿嘿，骗你的！老哥假装靠边，实际暗自踩下油门，转向灯是一直没关，但速度倒是越来越快。不过阿瑟对此倒是早有预料，没有折返跑就想摆脱阿瑟可没有那么容易。想必有不少小伙伴已经发现了阿瑟的车和往常不太一样，这是一辆道奇挑战者。不过在动力方面和道奇充电器如出一辙，同样搭载 5.7 自吸 V8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375，在美国新车售价3万美刀起，但在国内哪怕是二手车都需要30万。要不是因为预算不够，我高低得买回来给大家听个响。而老哥所驾驶的是一辆雪佛兰索罗德，这辆车最高搭载 6.2 自吸 V8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426，开过皮卡的小伙伴就知道这玩意儿踩起来动力有多猛。现在两人已经正式匹配成功，老哥这车块头很大，看上去气势汹汹，但170公里的时速对于阿瑟来说略显轻松。如果只有这么点能耐，还是早点投降吧，老兄。不过此时的阿瑟并没有着急进攻，因为此时的他车头空空，没有做好防护措施，所以不敢贸然冲锋。趁现在，我们来看一下战力表。好，这老哥居然是位5星大佬，果然在佛罗里达你可以不活，但不能没活。可以看到老哥的驾驶不算激烈，但他在不断的变换车道，想要靠这种方式来摆脱阿瑟，怕是有些天真。而阿瑟甚至在故意靠近，仿佛是在挑衅老哥一般。虽然他不能贴贴，但他早已呼叫了队友，只需要稳稳的跟在身后，自然会有队友来将老哥拿下。只是不知道前来支援的阿瑟会是哪一位。此时对讲机里传来了队友的声音，收到消息的阿瑟立刻减速让出了第1顺位。左侧队友驾驶的一辆道奇充电器帅气登场，让我们直接切换到队友的视角。此时小黄鸡心想，别看这辆道奇挑战者甩得一塌糊涂，但是没装防撞梁，还不是得我出场。才刚靠近准备来个一击必杀，没成想老哥早有防备，一脚急刹去到阿瑟身后。阿瑟心想前后夹击也不错，没成想下一秒一股强大的推力差一点就将他送进了沟里。好家伙，倒反天罡，本想10秒之内将老哥拿下，没成想反倒是被老哥来了个贴贴。本想玩个帅的，没成想拉了坨大的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后面阿瑟的视角，小黄鸡才刚靠近，老哥轨道一开，看不见，走位，绕到小黄鸡的左侧，接着就是一个回手掏。阿瑟没想到跟在身后居然还能看到如此好戏，这让小黄鸡顿时就觉得颜面扫地。虽然他只是个小弟，但受此大辱，又如何咽得下这口气？此时他调整状态，准备再次发力，万没想到才刚靠近，却是和刚才的情况大同小异。只见老哥一脚急刹，再次去到阿瑟身后，这似曾相识的一幕让阿瑟顿感不妙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左侧便再次受到暴击。这一次可比刚才猛烈得多，不仅爆了一地的装备，甚至还飞出去了一个轮胎，被没开2度的小黄鸡只能尴尬的看着队友。好家伙，本想快速解决老哥，没成想被老哥快速解决了。再来看一下侧面和身后的视角。本以为吃过一次亏后蓄力了一个大招，万没有想到以同样的方式又拉了一坨更大的。这看似不起眼的老哥居然如此勇猛，正是这一击让这辆道奇充电器彻底无法动弹。你们之前留言支的招老哥学会了，不过万幸的是飞起来的这条轮胎是老哥的，而且还是个转向轮。现在皮卡变成了3轮车，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大残，但没有防撞梁的阿瑟依旧不能贴贴，只能继续呼叫其他队友前来支援。不过尽管老哥的车已经变成了这样，但从行动来看他并没有要放弃的打算。这一幕仿佛是在致敬消息失败的7星皮卡大佬，同样是皮卡，同样是失去了右前轮，同样的桀骜不驯，老哥能否得到不一样的结果呢？看老哥这个驾驶的姿态我都替他难受，真想给他安排个妙见按摩护腰坐姿椅，不然腰哪里受得了。他创新设计了按摩、护腰、脚姿、热敷4合1，放松肌肉，矫正坐姿，腰酸背痛1巴掌，悬空椅子2巴掌，上千公学椅更是降龙10巴掌。妙界稳站按摩类销量第1，用6大分区设计，搭配加宽加大承托
桌面，扛住260斤不在话下。小体格，大身板两手抓，53度的黄金支撑脚，更是在背后当上了靠山，让我不再受腰背悬空的罪。剪视频坐一下午都不会累。高密度海绵坐垫加厚到35毫米，沙发上、地上、车里随时随地随手放，矫正坐姿不能忘。兄弟们久坐之后腰背抗议，那都是脊椎病的前兆，赶紧用上妙界的3档律动按摩，搭配热敷，一次次揉散穴位里的淤堵，促进血液循环。按完放松多了，一共3色可选，喜欢就来你劝吧。保价1年，买贵退差，松运险1年内羽换代修，选它。目睹了队友的下场，阿 Sa 突然有些庆幸自己没有装防撞梁，不然刚才翻沟里的可能就是自己。此时看着一路火花带着闪电的老哥，阿 Sa 注意力集中，时刻保持着安全距离，生怕老哥会在什么时候突然想不开，像刚才一样轨道一开，给他也来上一个回手掏。这样持续了3分钟后，第2辆道奇充电器终于赶到了现场。我们来看这位阿 Sa 的视角，和小黄鸡一样，阿 Sa 上来就想来个一击必杀，但吸取了教训的他并没有从左侧进攻，而是绕到了右侧，想要进攻他这边唯一的好腿，但没成想老哥居然主动靠了过来。如果不是反应及时，阿 Sa 这一下又要被挤进沟里。好家伙，这老哥都这样了，居然还想着再换一个。无奈之下，阿 Sa 只能调整方向，再次寻找新的机会。眼看前方到达了分岔路口，而且还有一位 NPC， 阿 Sa 立刻减速，想要稳一波。这位 NPC 仿佛没有看到这边的情况，自顾自的转弯，却是刚好封住了老哥的走位。阿 Sa 趁机上去就是一个贴贴，这一下直接将老哥举高高，双脚离地了，病毒也就关闭了。聪明的智商又占领高地了，但并不代表老哥就此放弃了。看着轮胎还在动弹，就知道老哥还在努力了，还想耍什么阴谋诡计啊？这一次，2位阿 Sa 一拥而上，并没有再给老哥机会。一位头铁的5星大佬就此陨落。经过调查，这位老哥名叫凯文·唐纳德·里尔登2世。阿 Sa 在他的车里发现了6个空酒瓶、4瓶还没开的酒，以及大量的管制药品。这也就是阿 Sa 发现的早，再发现晚一点，恐怕就是10个空瓶子了。而这位老哥将被指控2次袭警、逃离警察、酒驾、非法持有管制药品、鲁莽驾驶、肇事逃逸等多样罪名，用行动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在佛罗里达你可以不活，但不能没活。好了，随着老哥失去了自己最后的自由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在此友情提醒各位，本视频为反面案例，请千万不要模仿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